甄嬛传》中有这么一个人，他貌美如花，一夜成宠了3次，可就是这么一个人，竟然会被苏菲悄悄撤掉了他的绿头牌。他就是人送外号跟嫔的丽嫔。这期咱们就来唠唠丽嫔为什么会被撤了绿头牌。首先咱们来看丽嫔是个什么样的人。关于什么垫脚偷懒、霸气翘二郎腿这些暂且不谈，咱们重点来看丽嫔骂太监的名场面。要说丽嫔在宫中混的时间也不短了，然而她说话还跟机关枪似的，突突突突突，也没个把门的。一旁的曹贵人听到丽嫔这样辱骂太监，都忍不住心下一惊。丽嫔这一骂，不就是把所有太监都给得罪了吗？加上在此之前康禄海背弃甄嬛投靠丽嫔，丽嫔也不会去想里边的原委，直接把这么一个卖主求荣的人收下了。可见丽嫔的脑子单纯，就是为了来凑身高的呀。其次咱们再来看大胖菊对丽嫔的态度。虽然说大胖菊确实因丽嫔美貌有过一夜3宠，但那都是过去式了。如今的大胖菊沉醉在甄嬛的才貌之下，连7夜都宿在碎玉轩。新人在盼，大胖菊哪儿还会记得丽嫔呢？更何况他这个旧爱还容不下他这个新欢。当初大胖菊把甄嬛抱回碎玉轩，询问宫里的长侍太监去了哪儿的时候，槿汐是这么说的：如果说这件小事只能让大胖菊冷一冷丽嫔，那么当大胖菊连着7夜宿在碎玉轩，惹得后宫嫔妃不满，太后亲自出面称大胖菊给他请安的时候，故意拿以前先帝专宠淑妃的事儿为例子，提醒大胖菊不能专宠甄嬛。大胖菊表面上是听进去了，可实际上大胖菊已经窝了一肚子的火。自己好不容易才收集到了一个纯元周边，才宠了几天就被老娘告诫不准专宠了。大胖菊这个纯元周边收集狂怎么受得了呢？于是大胖菊特别想知道究竟是谁巴巴的跑来向太后嚼舌根了。因此大胖菊一出门就试探了一波竹溪姑姑。大胖菊以为是华妃打翻了醋坛，跑去找太后告的状，却不料竹溪姑姑玩了一招一箭3雕。听听竹溪姑姑这话说的那叫一个漂亮啊！一是将了华妃一军，说是华妃借着协理6宫为由都不孝顺太后了；二是夸了皇后，皇后作为中宫都不忘抽身来服侍太后吃药；三是把丽嫔给供了出去。丽嫔和太后唠了半天的嗑儿，能唠什么呢？大胖菊仔细一想就知道了，自己专宠甄嬛这事儿一准是丽嫔告的状呀。于是大胖菊对丽嫔心生厌弃。最后咱们再来看看丽嫔被撤绿头牌当晚，大胖菊来来回回抚摸着牌子，心里想翻甄嬛，又顾及着白天里太后说的话。于是当大胖菊看到丽嫔的绿头牌时，忍不住生气了。而苏菲这个人精只需轻轻一瞥，就读懂了此时此刻大胖菊心里的潜台词。于是苏菲直接上手拿掉了丽嫔的绿头牌。难道丽嫔的绿头牌真的沾上灰了吗？可拉倒吧！单看丽嫔这绿头牌被翻烂的样子，可见在甄嬛这批秀女还没有入宫之前，丽嫔是多么的受宠。敬事房的人怎么可能让这么一个受宠的牌子沾上灰呢？难道他们不怕大胖菊在翻牌子时沾了满手的灰？难道他们不要脑袋了？很明显，丽嫔的绿头牌落灰了，只是苏菲的说辞。苏菲知道丽嫔跑到太后那儿嚼舌根，惹得大胖菊不开心了。加上之前丽嫔在御花园羞辱太监没根这回事，也惹到了苏菲。所以当大胖菊心中的火无处可泄时，苏菲直接把丽嫔的绿头牌给撤了。既让大胖菊出了气，又让太监们报了当日之辱。毕竟在大胖菊下令赐死妙蛙种子的时候，苏菲是这样对大喇叭说的：当初妙蛙种子让大喇叭徒手剥核桃，如今苏菲就让大喇叭给妙蛙种子一个了断。可见苏菲实在是不好惹呀，指不定他的小本本上早就记下了究竟有谁谁谁不把太监当人看，而这个谁谁谁就有丽嫔。于是当大胖菊对丽嫔感到不满的时候，苏菲使用丽嫔的绿头牌沾了灰这个烂借口撤掉了丽嫔的绿头牌。敬事房的人瞧着大胖菊对于苏菲撤掉丽嫔绿头牌这回事儿也是一副无所谓的样子，他们自然也就明白了大胖菊究竟是什么意思。所以丽嫔的绿头牌从此彻底落了灰呀。《甄嬛传》中有这么一个人，他日理万机，记忆力却出奇的好。他记得他爹爱他不够多，他也记得后宫嫔妃个人的喜好。他就是人送外号大胖菊的皇上。这期咱们就来唠唠皇上的记忆力有多好。第一点，皇上记得老17的骑射是他爹教的，因为皇上从小爹不疼娘不爱的，加上他又经历了9子夺嫡，所以皇上的疑心病非常重。娘爱老14，他就把老14给关了。
爹疼老师妻，他就时不时酸上一把。果郡王在圆明园一箭双雕，皇上原地吃柠檬，开始嫉妒果郡王有人教。朕记得你的剑术是皇阿玛手把手教的。正是因为皇上没有得到他爹的爱，所以皇上无时无刻不在嫉妒果郡王，哪怕果郡王为了保命刻意不露才干，把骑射这项技能丢了，皇上还要在宫宴上酸上一把。老石七的骑射原本都是皇阿玛手把手教的，如今魂都忘了，啊，还不及7、8岁时候的本事了。第二点，皇上记得端妃的陪嫁品。剧中端妃正式登场是在温宜的周岁宴上，一个常年卧病在床的人，为什么不惜劳累也要来参加这场宴会？众人惊讶端妃竟然会参加温宜的周岁宴，却不知端妃此行有2个目的。其一是看看甄嬛能不能成为自己的盟友，其二是众人留下一个他喜欢温宜的印象。于是瞧完甄嬛之后，端妃立马送出他给温宜的贺礼。这个项圈是你的陪嫁，温宜还是个小孩子，怎能送她这么贵重的东西？皇上好记性啊！一个项圈都能让皇上记得这么久，可见皇上记忆力果然不一般。第三点，皇上记得华妃入王府的日子。自从华妃害甄嬛小产被禁足在翊坤宫，皇上就再也没有见过华妃。直到甄嬛借幺蛾子复宠与皇上和好之后，皇上为了铲除年羹尧，用了一招欲令其亡必令其狂，故意复宠华妃，而复宠的借口则是华妃当年入府的日子。朕记得明日是你当年入王府的日子。一个既要处理前朝事务，又要让后宫每位嫔妃雨露均沾的人，竟然能记得住自己入府的日子，这个细节难道不比甜言蜜语强？怪不得华妃坚信皇上一直深爱着自己。第四点，皇上记得甄嬛的爱好。沈眉庄假孕爆发之后，甄嬛面见皇上未果。之后甄嬛想到这可不是求情的好时候，于是皇上来碎玉轩找甄嬛唠嗑。甄嬛一字不提沈眉庄，而是向皇上讨教自己戴珊瑚好还是黑玉好。皇上瞧着甄嬛肤白胜雪，便说珊瑚好。后来甄嬛生下双生子，果郡王府送上贺礼，甄嬛清楚这串珊瑚手串的意义，因此甄嬛直接把珊瑚手串戴在手上。皇上不仅不知道这串手串是果郡王送的，还傻乎乎地认为甄嬛喜欢珊瑚。所以在甄嬛又一次怀孕的时候，皇上特意把一株大珊瑚送给甄嬛。琼州进贡了一株大珊瑚，很是罕见。藏教视红珊瑚为如来佛的化身，朕想着给你安胎最好。除此之外，甄嬛怀孕封嫔过生日的时候，皇上让果郡王帮她准备一份礼物，结果果郡王替皇上送了甄嬛一池莲花。因为那池莲花甄嬛特别高兴，所以皇上暗暗记下了甄嬛喜欢莲花。于是当甄嬛从甘露寺回宫时，皇上早早的在甄嬛的庭院中布好了莲花。朕知道你喜欢赏莲，朕叫人挪了这几十缸莲花摆在永寿宫前，方便你赏玩。可见皇上也算是十分用心了，可这份用心在此时的甄嬛看来不过是东施效颦罢了。第五点，皇上记得甄嬛身边的丫鬟。当时甄嬛和皇上正在吃饭，大喇叭跑来说是瓜六病了，请皇上去一趟。按照以往，皇上明知是坑还会跑去听心跳，可如今甄嬛在侧，皇上哪里还会想瓜六？于是皇上打发了大喇叭，让瓜六去找太医。眼瞧着自个儿和新贵人的计划要落空，甄嬛立马劝皇上去走一趟。皇上耐不住甄嬛的劝说，只能前往储秀宫。然而等皇上和甄嬛来到储秀宫时，瓜六一个杯子摔来，差点砸到皇上脑门。不是说病了吗？朕看你精神好得很。瓜六清楚自己被坑了，却不知道真正让自己掉坑的竟然是以前服侍过甄嬛的宫女佩儿。而让瓜六更没想到的是，这个佩儿既不是甄嬛的贴身丫鬟，也不是甄嬛眼前的大红人，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宫女。皇上都记得她曾经服侍过甄嬛。你抬起头来，是奉过熹妃。综上可见，皇上的记忆力实在是好。然而就是这么一个什么都记得的人，唯独不记得安陵容。皇上可知道他是谁吗？唱歌的是，你叫什么名？原是我不配。